战国中期，秦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西北边陲的游牧民族义渠人更是大秦如鲠在喉的死敌。面对义渠王的虎视眈眈，秦宣太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她牺牲女性的名节，与义渠王通奸长达30年，甚至为他生下了2个儿子。这种史无前例的床上外交，究竟是真爱还是政治赌博？在这段30年的情感长跑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铁腕清洗和冷酷布局？他又是如何在最后时刻将他的政治情夫诱杀在甘泉宫的？这位可能才是兵马俑真正主人的大秦女霸主，她究竟是怎么上位的？如果你以为她拿的是那种出生即巅峰、自带主角光环的玛丽苏剧本，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真实历史中的芈月，她的起点低到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她的大秦之路完全是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草根逆袭与职场生存战。让我们把时间拨回战国中期，推开大秦帝国后宫那扇沉重的大门。如果把当时的秦国比作一家正在疯狂扩张的跨国集团，那秦惠文王的后宫就是竞争最惨烈的核心修罗场。咱们这位女主角芈月，虽然身上流着楚国贵族的血，但在当时楚国正在走下坡路，她的家族也早就没落了。她进入大秦集团的方式，说出来甚至有点憋屈。她只是楚国嫡出公主嫁给秦惠文王时，顺带附赠的一个随嫁丫鬟，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陪嫁应妾。在秦国后宫那套森严的8级 KPI 考核体系里，她的职级是8子。8子是个什么概念？上面有王后、夫人、美人、良人压着，她只能排在第5等，拿着中层干部的微薄薪水，干着随时可能被末位淘汰的活儿。在那个母凭子贵、拼爹拼背景的年代，一个没有强大家族做靠山，只是个买一赠一附属品的芈八子，在所有人眼里都不过是这场权力游戏里的高级炮灰。但是芈八子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她拥有着超越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顶级职场生存智慧。面对正宫娘娘惠文后那种掌握着绝对资源和话语权的老大，芈八子心里跟明镜似的。如果跟着大家一起卷颜值、卷才艺，天天在后花园里争风吃醋，那绝对是死路一条。因为美貌是会贬值的资产，而她要做的是打造不可替代的竞争力。于是他硬生生地给自己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赛道，做大 boss 秦惠文王的合伙人。当别的妃子还在研究哪种胭脂更显白的时候，芈八子已经在偷偷研读各国的军情战报。当大 boss 因为前线打仗诸侯合纵而焦头烂额，回到后宫连句话都不想说的时候，芈八子不仅能端上一碗热汤，还能精准地切中要害，用最通俗的话帮老板梳理当前的国际局势。他不做不闹不争宠，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朵能够听懂老板宏大战略意图的解语花。这种降维打击般的高端操作，让秦惠文王彻底沦陷。他成功的从一个无足轻重的芈月，跨界成为了大秦的女皇。凭借着这份不可替代的情感和智力价值，他一口气给秦惠文王生了3个儿子，其中就包括那个后来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嬴稷。可就在芈八子觉得自己的职场生涯终于熬出头，准备迎接高光时刻的时候，命运却猝不及防地给了他一记沉重的闷棍。大 boss 秦惠文王突然撒手人寰，连一句遗嘱都没来得及交代。这一下，整个大秦集团的天都塌了。而对于芈八子来说，这更是灭顶之灾。新上任的 CEO 是惠文后的亲儿子秦武王嬴荡，而那位原本就是芈八子为眼中钉的惠文后，终于熬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太后。职场大清洗瞬间降临。作为曾经最受宠的前朝红人，芈八子母子立刻成了被清理的头号目标。他最寄予厚望的大儿子嬴稷，
被直接打包扔到了遥远苦寒的燕国去当人质。当时的燕国在战国七雄里，那就是个边缘化的西伯利亚，随时可能因为两国外交破裂而被直接撕票。而芈八子自己也被彻底踢出了大秦的核心决策圈，从云端重重地砸进了阴冷绝望的深渊。这绝对是芈八子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没有了靠山，儿子生死未卜，头顶上还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的铡刀。换作是普通的后宫嫔妃，面对这种开局不利，中途又被彻底封杀的死局，估计早就哭瞎了双眼，领了深宫怨妇的盒饭。但芈月骨子里那股楚国女人的野性和悍勇，在这个时候彻底被激发了出来。她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潜伏在黑暗中，像一头极具耐心的母狼，默默地维系着自己暗中培养的势力。尤其是他那个在军中逐渐崭露头角的义父弟弟魏冉，他在等一个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发生的奇迹。结果老天爷在这个时候真的为他上演了一出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的疯狂反转。那位把他们母子逼上绝路的新任秦武王，竟然是一个典型的秦武王。这位老兄放着好好的国家不治理，非要跑到周天子的地盘上去搞什么举重比赛，试图举起象征天下九州的龙纹赤鼎。结果大鼎是举起来了，但手一滑，沉重的青铜鼎直接砸断了他的大腿骨。在那个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年代，秦武王当天空血，晚上就直接拔管归西了。更要命的是，这位年轻的秦武王是个丁克，根本没留下任何子嗣。这一下，整个大秦集团瞬间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终极权力真空。惠文后的几个干儿子，秦国内部的各大派系纷纷拔出刀剑，准备在这场血腥的夺嫡之战中撕咬下一块肉来。而在所有人都杀得红了眼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正在喝西北风的那个弃子嬴稷，和他那位被雪藏在冷宫里的母亲芈八子，突然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秦武王迎当那个举鼎砸脚的离奇死法，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健身意外。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男人的意外，它更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直接震碎了秦国后宫里那个看似牢不可破的权力版图。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秦武王断气的那一刻，咸阳宫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原本高高在上的惠文后，可能还没从丧子的剧痛中缓过来，就惊恐地发现，大秦集团这个市值第一的超级跨国公司，竟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接班人荒。因为这位大力士国王没留后代，权力这枚烫手的山芋瞬间掉在了大秦宗室那群如狼似虎的公子哥们中间。这就是咱们职场里常说的权力真空期，也是所有野心家最疯狂的窗口期。当时咸阳城里的公子们，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客气，个个带兵上街，把权力博弈直接演变成了血淋淋的街头斗殴。而在这一片混乱的背景音里，咱们的女主角芈八子正站在历史那扇窄门的背后，露出了她整部剧里最深不可测的一个微笑。如果你觉得她只是在坐等好运降临，那你就太天真了。她很清楚，在那种所有人都杀红了眼的时刻，靠等是等不回儿子的。她必须主动出击，在千里之外的跨国大棋局上下一场史无前例的豪赌。转折点出现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盟友身上，赵国的赵武灵王。这位赵老板当时可是战国职场里风头最劲的改革派教父，他一眼看穿了秦国这场乱局背后的商机。芈八子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号，通过秘密渠道和赵武灵王达成了一项跨国政治交易。于是一个堪称天选之子的回归计划悄然启动了。原本在燕国西伯利亚喝西北风，
连命都快保不住的营计，在赵国精锐特种部队的护送下，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突然出现在了秦国的边境线上。这一手境外资产回归，打得咸阳城里那帮还在内斗的公子们措手不及。但你以为营计回了国就能直接办入职手续了吗？想得美！当时的秦国内部，惠文后和武王后这两大前浪势力依然盘根错节，他们手里握着正统的印信和大量的死忠粉，怎么可能让这个随嫁丫鬟生的儿子轻易上位？这一刻，芈八子展现出了他职业生涯里最恐怖的战略定力。他没有急着跟这些贵妇人硬碰硬，而是迅速启动了他深埋多年的潜伏力量。他那个义父弟弟魏冉，这个在基层军队里摸爬滚打多年，手里握着硬核枪杆子的军方大佬，在这一刻终于露出了獠牙。魏冉带着铁甲森森的精锐部队直接包围了王宫，用最原始也最有效的物理方式，在咸阳的街头巷尾进行了一场名为消消乐的权力大清洗。那些曾经在职场上给芈八子穿小鞋的，曾经冷嘲热讽他是附赠品的，甚至是想在半路拦截营计的竞争对手们，在这场腥风血雨中纷纷领了盒饭。这就是历史最戏剧性的一幕，一个原本已经被判了职业死刑，被流放到了世界尽头的底层母亲，竟然在一场意外带来的权力洗牌中，精准地抓住了那1/1000的机会。他不仅把自己的儿子推上了那个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座，更是在这一天彻底撕碎了那个困扰他半辈子的八子标签。当营计正式戴上王冠的那一刻，咱们的芈八子也完成了一次前无古年的职业晋升。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侧妃，而是化身为大秦帝国历史上，甚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宣太后。从这一天起，大秦集团的公章不再只握在男人手里。那位曾经在被窝里跟秦惠文王聊战略的女人，终于走到了阳光下，开始以太后称制的方式，亲自执掌这台巨大的战争机器。这种从弃子到旗手的华丽逆转，不仅仅是靠运气，更是靠他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拿捏，和在那段至暗时刻里从未熄灭的权力野心。秦国那些姓嬴的王室宗亲，个个觉得芈八子母子是靠着赵国、燕国这些境外势力空降回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在大秦集团的内部，一场代号为季军之乱的集体跳槽兼武装叛乱瞬间爆发了。这就是咱们职场中最怕遇到的新官上任3把火还没点，下属先给你把房子烧了。当时咸阳城里的局势乱到了什么程度？那些曾经在公司里根深蒂固的老臣，带着私人保镖直接在大街上火并，甚至有人想直接冲进办公室把这对空降母子拉下马。如果宣太后只是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弱女子，这时候肯定就直接申请破产清算了。但别忘了，这位姐是在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大师，她很清楚，在这种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的时刻，所谓的仁慈就是自杀，唯一的生路就是比所有人更狠、更绝、更彻底。宣太后这时候展现出了她作为顶级政治操盘手的铁腕逻辑，她没有选择温和的安抚，也没有去搞什么民主协商，而是直接开启了毁灭模式。他把军权彻底交给了自己的义父弟弟魏冉，下达了那道足以让大秦贵族站立的职场清算令。魏冉带着铁甲精锐，在大秦咸阳城的每一个角落进行物理详权。那些带头闹事的公子、不服管教的元老，甚至包括那位曾经风光无限的惠文后，全都在这场名为季军之乱的清算风暴中领了盒饭。这场大清洗不是点到为止，而是斩草除根。宣太后用这种极其冷酷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个公司的规则从此改姓你了，谁要是还活在过去，
那对不起，你的职业生涯和生命进度条就到此为止。这种铁腕清算不仅是为了报私仇，更是一次极其硬核的权力结构重组。宣太后非常明白，想要在大秦集团这种狼性企业里长期执政，必须得有自己的一套班底。于是，他顺手推舟，把那些空出来的核心岗位全换成了自己的铁杆粉丝。他那个义父弟弟魏冉直接空降成了军方教父和相位常客，他的另一个亲弟弟米荣也被封为华阳君，加上他的2个小儿子，这4位猛男组成了大秦历史上著名的四贵。这哪是正常的政府班子啊，这简直就是宣太后私人控股的家族信托。他硬是凭着一股蛮劲和狠劲，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战国丛林里撕开了一道属于女性的权力裂缝，开启了历史上头一遭的太后称制。但在这一场血雨腥风的清算之后，转折点又来了。宣太后虽然把内政搞得服服帖帖，但外面的竞争对手正盯着大秦的虚弱期准备抄底呢。尤其是西边的义渠人，这帮草原上的恐怖猎人发现秦国内部刚洗完牌，正准备趁火打劫。面对这种硬碰硬的外部危机，如果你以为宣太后会继续派兵硬刚，那你就太小看这位女强人的格局了。她在这个时候想出了一招让全世界史学家到现在都还老脸一红，直拍大腿的非对称竞争策略。她没有在大殿上召集群臣讨论怎么打仗，而是换上了一身最华丽的楚骑霓裳，对着那群想开战的将领摆了摆手，淡淡的说了一句：这事儿我亲自去谈。这一谈，可就谈出了中国历史上最荒诞也最天才的一段跨国大交易。宣太后意识到，如果秦国要把精力放在东晋，去跟齐楚燕韩赵魏争霸，背后绝对不能留一个义渠这个定时炸弹。但硬打成本太高，于是他决定亲自出马，用一种最私密也最具有杀伤力的方式身体外交。他没有把义渠王当成敌人，而是把他请到了咸阳的私人会客厅，用一种甚至带着点女性柔情的姿态，直接搞定了这位草原硬汉。这一幕简直是戏剧性的巅峰。一个刚刚下令处决了无数政敌的铁血太后，转眼间变成了一位温柔如水的政坛交际花。他用这种近乎自毁名誉的方式，为大秦集团换取了长达30年的西部平安。在大秦集团的西边，有一个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的恐怖对手义渠。这帮人可不是什么讲理的职场精英，他们是马背上的职业猎人。只要秦国主力敢往东边去扩张业务，他们准保在后方放火偷家。按照当时的常规打法，要么砸钱求和，要么拿人命去填。但咱们这位已经进化成顶级猎手的宣太后，却给出了一个让所有男性霸主都自愧不如的非对称作战方案。他没有动用一兵一卒，而是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大秦帝国最致命的战略武器。这就是历史上争议最大，但也最硬核的床上外交。在义渠王进咸阳朝贺的那场高规格接待会上，宣太后并没有摆出那种高冷太后的架子，反而用一种极具楚地风情的姿态，直接把这位草原硬汉给吊住了。这一幕的转折简直比8点档的伦理剧还要魔幻。一个掌握大国生杀大权的太后，竟然和敌国首领搞起了办公室恋情，而且这一搞就是整整30年。在这30年里，宣太后甚至还给这位义渠王生了2个儿子。在当时的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史官眼里，这简直是大秦皇室的职业污点，是把老赢家的脸丢到家了。但在宣太后这种实用主义大师看来，名节算什么？面子值几个钱？如果能用自己的美色换来西部边境30年的零骚扰，
让秦国能毫无顾忌地去收割中原的红利，这简直是回报率最高的风险投资。他把一个极度危险的外部威胁，硬生生地转化成了一个长达30年的战略缓冲区。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义渠王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不仅抱得美人归，还成了大秦太后的座上宾，简直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可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这场职场恋爱里，其实只是宣太后精心养肥的一头储备粮。宣太后在这30年里，一边跟他在温柔乡里你侬我侬，一边却在紧锣密鼓地整合大秦的军工资源，把原本分散的力量一点点拧成一股绳。他利用这种私人情感，把义渠国的防御机制彻底麻痹了，让那些原本凶狠的草原狼，在秦国的酒肉香气里变成了一群温顺的看门狗。这哪里是爱情？这分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跨国吞并案。随着秦国国力在这30年里突飞猛进，原本那个让秦国头疼不已的义渠，在宣太后眼里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这时候，这部剧最冷酷、最戏剧性的反转终于降临了。当所有人都以为这段老少配的政坛佳话会以某种温情的方式收场时，宣太后却亲手撕掉了那层伪装了30年的面具。在咸阳郊外的甘泉宫，宣太后布置了一场最浪漫也最恐怖的鸿门宴。她像往常一样邀请义渠王共进晚餐，甚至可能还带着那种骗了对方一辈子的温柔笑容。但就在推杯换盏之间，埋伏好的刀斧手倾巢而出。这位曾经威震一方的草原枭雄，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直接命丧黄泉。紧接着，宣太后下令大秦铁骑倾巢而出，趁着义渠国内群龙无首的真空期，直接开启了暴力拆迁模式，一举吞并了义渠全境，在地图上彻底抹去了这个民族的番号。这一刻，宣太后表现出的那种恐怖情人般的冷酷，简直让人从脚底板凉到天灵盖。那2个为义渠王生的孩子，也随之消失在历史的阴影里，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在宣太后这种顶级政治家的逻辑里，情感只是他达成目标的杠杆，当杠杆没用了，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折断。他用30年的名节作饵，为大秦换来了一块广袤的战略大后方，彻底解决了困扰秦国几百年的后顾之忧。这种以身为盾、以爱为剑的手段，虽然被后世骂了1000年，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庄家。他深知在战国的修罗场里，所谓的真情只是奢侈品，只有绝对的生存和扩张才是唯一的硬道理。搞定了义渠，大秦这台战争机器终于可以满血加载，向着统一全天下的终极 KPI 发起了最后的冲刺。按理说，搞定了义渠这个最大的外患，这位大秦的首席执行官总该能安稳退休了吧？但在这座权力的金字塔顶端，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休息区。随着宣太后的年纪越来越大，她突然发现，自己这辈子最成功的作品，那个她一手扶上位的天选之子秦昭襄王嬴稷，已经不再是那个凡事都要回头看亲妈眼色的实习生了。在那个波云诡谲的秦国职场，一场蓄谋已久的高层清洗正悄悄在母子之间拉开帷幕。这时候，一个叫范雎的职业经理人从魏国跳槽过来了。他一见秦昭襄王，就直接祭出了最毒辣的职场离间计。范雎冷冰冰地问了一句：“大王，我走在大街上，只听说秦国有太后和4贵，怎么没听说有大王呢？”这句话简直像是一把生锈的钢刀，狠狠地扎进了嬴稷憋屈了几10年的心窝里。这种母强子弱的职场扑嬴稷已经忍了41年。于是，戏剧性的转折再次降临。在这位已经年近花甲的亲儿子主导下，
一场静悄悄的政变发生了。宣太后引以为傲的四贵董事会一夜之间被解散，她的权力公章被强制收回。这位曾经叱咤风云，让六国诸侯闻风丧胆的宣太后，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竟然被自己的亲儿子变相强制退休，请回了后宫，过起了那种被权力遗忘的养老生活。但这正是宣太后最让人敬畏的地方。他没有像那些输不起的赌徒一样去搞什么鱼死网破的内斗，而是极其通透的选择了体面离场。权力没了，他就开始在私人生活里彻底放飞自我。这时候，咱们这节故事里最具话题度的人物魏丑夫，终于踩着七彩祥云登场了。大家别被这名字骗了，魏丑夫可不是什么丑八怪。按照当时的流行语境，这名字可能就跟咱们现在的小鲜肉差不多，是个长得极具杀伤力的帅哥。在权力的光环褪去后，这位曾经的帝国主宰把他所有的情感和孤独都倾注在了魏丑夫身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老少配了，这简直是宣太后在用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去填补他40多年来为了国家利益而不得不阉割掉的人性温情。然而，宣太后的临终谢幕却给全大秦留下了一个最惊悚也最荒诞的钩子。当他躺在病床上，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进度条快要归零的时候，他竟然下达了一道让魏丑夫魂飞魄散的指令。他对着那些记录遗嘱的官员淡淡的说：“等我走了，一定要让魏丑夫给我殉葬。”这句话一出，全咸阳都炸了。原本以为是段夕阳红的真爱，没想到最后变成了带你一起走的恐怖执念。魏丑夫当时的心情估计比过山车还刺激，从坐拥荣华富贵的男宠一哥，瞬间变成了待宰的羔羊。他天天在家哭天抹泪，拼命找人救命，最后还是那个在职场里极具洞察力的老臣雍瑞，玩了一场逻辑感满分的辩论赛，救了魏丑夫一命。雍瑞问宣太后：“您觉得人死后还有知觉吗？”宣太后说：“我觉得没知觉。”雍瑞笑了：“既然没知觉，那您带着个死掉的帅哥下葬，除了白白浪费大秦一个劳动力，还有啥意义？如果您觉得死后有知，那秦惠文王在下面等您40多年了，正憋着一肚子火，看您怎么解释义渠王那档子事呢。您要是再带个小白脸下去见先王，那场面您能 hold 得住吗？”宣太后听完愣了一下，随后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只说了一个善字。这一声大笑不仅仅是赦免了一个小鲜肉的命，更是他对自己那充满争议、权谋与情欲的一生的最后一次自我解嘲。他终于放下了，不管是权力、仇恨还是执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再是那个杀伐果断的宣太后，也不再是那个诱杀情人的恐怖情人，而是一个看透了世间繁华与荒诞的孤独老者。他就这样在一场大笑中，给大秦帝国长达40年的芈氏统治期画上了一个极具戏剧色彩的句号。他虽然谢幕了，但他留下的大秦江山已经在这场母子的接力赛中完成了最后的加速。宣太后的谢幕标志着一个野性时代的终结，但也开启了另一个更宏大时代的序章。他这一辈子从最卑微的陪嫁丫鬟逆袭到帝国的最高处，玩转了职场生存的所有潜规则，也挑战了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所有禁锢。他走得干干净净，甚至没有带走一个心爱的人，却把大秦强盛的火种深深地埋进了每一块砖石里。如果你现在走进兵马俑1号坑，仔细观察那些陶俑的细节，你会发现很多跟秦始皇审美极度不符的 bug。 在秦始皇那个追求书同文、车同轨，连衣服都要统一穿黑色的极简黑时代，兵马俑出土时竟然是5颜6色的。更诡异的是，这些士兵的发髻竟然全都是歪的，而且统一偏向身体的一侧。
这种歪歪头造型在秦国正统军规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叛逆，但在宣太后的故乡楚国，这却是顶级贵族的流行穿搭。不仅如此，考古学家在一些陶俑的手臂上甚至发现了刻上去的2个字，经过解读，那分明就是芈月。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给公司打江山，最后发现核心固定资产上全刻着你太奶奶的名字。于是一个大胆的假说浮出水面，这支规模宏大的地下军团最初的甲方爸爸很可能不是秦始皇，而是那位执掌大秦长达41年的宣太后。他不仅在生前完成了大秦集团的资源整合，甚至在死后都想带着这支楚系色彩浓厚的私人武装，去地下继续经营他的芈氏江山。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宣太后这一辈子的成就，她虽然在史书里被骂成是荒淫误国的代表，但如果你撇开那些道德滤镜，你会发现她其实是大秦帝国最顶级的破局者。她用30年的明节作饵，彻底清除了秦国几百年的西部后患。他用铁腕清洗了王室宗亲，把一个散沙状的家族企业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他甚至用自己的身体外交，为孙子和重孙子赢得了宝贵的发育时间。没有他打下的这份后世家底，秦王嬴政就算真的是天选之子，恐怕也难以在短短10年内横扫陆河。宣太后的历史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刻意的边缘化了，这大概是因为那帮写史书的直男癌们实在无法接受一个女人靠着床上外交和恐怖情人的手段，就把天下的男英雄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但事实胜于雄辩，她是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太后的人，也是第一个证明了女性可以跳出内斗小圈子，直接在国家大棋局上坐庄的狠角色。她不是武则天那种一步到位的女皇，她是那种深埋在地基里的钢筋，虽然看不见，但每一寸大秦的领土上都刻着她的心机和野心。她这一生，从最卑微的随嫁丫鬟逆袭到帝国的最高处，玩转了权谋，也享受了风流，最后在儿子的强制退休下体面谢幕。死后还留下了一支让世界惊叹的地下军团作为自己的职场名片。这不仅是一个女人的逆袭史，更是一个关于生存、欲望与极致实用主义的职场教科书。当我们再次审视那些沉默的兵马俑时，也许能听到历史深处传来宣太后那爽朗的笑声：这天下终究是我芈月给你们赢回来的。如果说宣太后拿的是草根逆袭的剧本，那嬴政拿的简直就是地狱级开局的天选之子剧本。虽然他出生在赵国首都邯郸，听起来像个贵公子，但实际上他当时的身份极其尴尬，就是一个随时可能被甲方撕票的落魄质子。他的童年没有豪车华服，只有邻里的白眼和死亡的威胁。这种职场最底层的磨难，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像淬火一样，把这个少年的心炼成了冰冷的钢铁。转折发生在嬴政回国接班的那一刻。当你以为他回了咸阳就能直接开启霸道总裁模式时，对不起，那时候的大秦董事会局面比宣太后时期还要混乱。表面上他是秦王，实际上由于他年纪太小，公司的大权全掌握在那个号称重父的职业经理人吕不韦手里。吕不韦这种人是典型的风头大佬转行搞政坛套利，他把持着人事和财务，把嬴政当成一个可以随意操控的傀儡。而更让嬴政头疼的是他的家庭关系。他的母亲赵姬，这位原本该在后宫颐养天年的太后，竟然在吕不韦的默许下跟一个叫嫪毐的假太监搞在了一起，甚至还偷偷生了2个孩子。这种离经叛道的家庭丑闻，在当时的大秦高层圈子里简直是公开的秘密。嫪毐甚至狂妄到自称是嬴政的假父，
这就是嬴政面临的职场初体验。外面是虎视眈眈的六国竞争对手，家里是权倾朝野的重父吕不韦，背后是给自己戴绿帽还想搞政变的亲妈和男宠。换做一般的年轻人，估计早就崩溃摆烂了。但嬴政展现出了他从祖母宣太后那里继承来的基因，极度的隐忍与致命的冷静。他在等那个能让他一击必杀的机会，直到他22岁那年的成人礼，也就是著名的行冠礼，嫪毐终于忍不住了，他发动了一场孤注一掷的政变，想要把嬴政拉下马，推自己的私生子上台。这一刻，剧情发生了剧烈的转折，原本看起来弱不禁风、只会听话的嬴政，瞬间撕掉了职场小白的伪装。他早已在暗中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仅以雷霆万钧之势镇压了叛乱，更顺手收回了吕不韦的权力，甚至直接把自己的亲妈赶出了咸阳。这一场高层大清洗，让大秦集团的员工们彻底看清了，这位新任 CEO 不是个好惹的种。从这一天起，嬴政正式开启了那场名为统一天下的全球化并购案。他不再满足于在关中这一亩三分地当土皇帝，他的目标是吞并所有的竞品公司，建立一个前无古年的超级独角兽帝国。他重用了像李斯这样的跨国猎头人才，也重用了像王翦、蒙恬这样的硬核技术骨干。他采用的是最残酷也最有效的降维打击战略，远交近攻，金钱开路，武力收割。他先是用重金去收买六国的那些贪婪高管，让他们内部瓦解，然后派出大秦那支被宣太后调教出来的如虎狼一般的地下军团，在地上复活，一个接一个的吞并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和齐国。在这长达10年的疯狂扩张中，嬴政表现出了一种近乎神迹的掌控力。他不再是那个在邯郸街头被人欺负的小男孩，他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男人。当最后一个竞品公司齐国宣布破产清算的时候，嬴政站在咸阳的城头，看着脚下这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他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震惊的决定。他觉得王这个 title 已经配不上自己的咖位了。他融合了神话里的三皇和五帝，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职场 ID 皇帝，而且是始皇帝。他要让他的子孙后代从2世、3世一直传到万世，建立一个永不落幕的商业帝国。但他不仅要统一版图，还要统一大秦集团的企业标准。他下令书同文，车同轨，甚至连衡器和货币都要全网统一。这种极端的标准化，让曾经支离破碎的天下，在物理逻辑上变成了一个整体。他废除了那些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做大的分封制，直接搞起了扁平化管理的郡县制。这在当时的那些老古板眼里，简直是自掘坟墓。但在嬴政看来，这就是效率，这就是统治力的终极体现。然而，就像宣太后晚年的孤独一样，站在巅峰的嬴政也迎来了属于他的戏剧性黄昏。当权力大到可以控制一切时，他开始对死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成了那个疯狂追求长生不老的天选之子，派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出海寻仙药，自己则在巡视疆土的路上不断奔波。这种对永恒的病态渴望，让他变得越来越偏执，也越来越像一个孤独的独裁者。最终，在一次原本平常的巡游中，这位一生横扫陆河的始皇帝，在沙丘的一辆马车里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掩盖他死亡的消息，他的尸体竟然和一车鲍鱼混在一起，在一片恶臭中回到了他的帝国。嬴政的一生是对权力这2个字最极致的诠释。他继承了宣太后那份对生存的渴望和对规则的藐视，并将其放大到了整个天下。他虽然谢幕了，但他留下的那个名为中国的大框架，
却在随后的2000年里屹立不倒。当我们今天在兵马俑前感叹宣太后的心机时，其实也在感叹嬴政的那份霸气。这对高祖孙，一个打好了地基，一个盖好了大楼，联手在历史的石碑上刻下了老嬴家最狂妄的誓言。好了，大秦帝国的这段权力的游戏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感谢大家陪我一同见证这段血色浪漫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